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前两天有位网友问我怎样付费咨询，我的付费咨询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字咨询，就是你购买我的 YouTube 终极会员，可以在本月通过邮箱向我提一个问题，我会回复3次，尽量把问题说清楚。还有一种是语音聊天，按小时付费，可以通过邮箱联系我确认时间。稍后我会专门做期视频详细解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宣传话语的风格。上周，一位网友在我的评论区提到了近些年中国互联网上语言幼态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所以打算专门用一期视频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发在评论区里，也许有一些会给我做视频的灵感。最近，哈尔滨旅游在中国的热度越来越高，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南方前往哈尔滨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南方小土豆这个梗也随之火了起来。南方小土豆起初是一部分东北人对南方游客的称呼，身着厚重羽绒服的南方女性游客，有着圆润的体态和娇小的身材，让人容易联想到小土豆。实际上，以小土豆形容矮个子并非哈尔滨本地人的方言，在2023年11月之前还没有这个说法。2023年12月，新华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大幅宣传南方小土豆和东北大冻梨的故事，为旅游做铺垫。随后，这一系列硬造出来的梗，通过官方自媒体宣传，以及和其他社交平台的营销号及 MCN 合作传播开来，共同推动了哈尔滨旅游 IP 的火爆。互联网使这个梗走向了现实世界。在哈尔滨，一些私家车主看到外地游客打不到车时，会在车上贴着南方小土豆免费顺风车的标志。在一些人看来，东北人称呼南方人为小土豆，可以显得幽默、亲昵和热情，就像两个相熟的好友互相调侃。与南方小土豆同样风靡网络的是蒙话叙事。在中国互联网上，哈尔滨市政府的一些促进旅游业的举措被解读为宠粉，哈尔滨被戏称为滨子尔滨，南方游客到哈尔滨旅游被称为滨子谈了个女朋友，南方的一些没做好的地方被称为大老爷们太粗心。一个常见的短视频套路是公主请上车，剧情通常是这样的：一位女游客对一位哈尔滨出租车司机说，大哥，听说哈尔滨司机都能说公主请上车，你能跟我说公主请上车吗？于是司机就对着镜头大喊这句话。由此可见，官方给这次定下的是霸道总裁宠溺傻白甜女主的叙事基调，是以低幼化的女性为主体来建构游客形象的。不过这种宣传风格也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反感。首先是性别问题，前往哈尔滨的男性游客似乎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将女性气质给幼稚化、萌化，也引起了相当多女性的不适。小土豆的叫法让许多人感受到了对矮个子者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即使一个称呼没有歧视的意味，一个陌生人像熟人一样随意称呼别人的昵称，也会让人感到被冒犯。究其原因，这些梗的火爆并非起源于民间本就流行的共识，而是宣传体制刻意灌输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官方第一次这样做了。中国的宣传机构这些年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路径依赖，在话语风格上以萌化叙事来造梗，将人矮化为婴幼儿甚至是物，尤其喜欢以食物来比喻人、国家、城市、政府、市民都可以萌化，万物皆可萌。在宣传手法上，首先是官媒自己带头，然后与 MCN 社交平台合作。MCN 机构再与旗下签约的各路自媒体博主、网红合作，组织博主们创作符合官方的文章和短视频素材。由于自媒体博主们主要是从个体视角出发，是以个人经验来阐述和印证官方话语的，这会大大淡化其中的宣传成分，也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这是民间自发流行的某种趋势。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人通过自媒体来获取讯息，而在政府对自媒体严格管控的当今中国，
这种操控能力就演变为一种更加高明的宣传手法，并被用来实现各种各样的宣传目标，诸如拉动经济、安稳人心、建构合法性等等。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蒙化宣传。2020年年初，疫情的爆发和武汉封城引发各种灾难，市民缺少生活物资，被粗暴对待等坏消息满天飞，整个社会的情绪都不稳定。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起了为武汉热干面加油的话题，一份以食物拟人的海报被官方选中，并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新华社等一众官媒对其转发，并收获了数十亿点赞。在海报中，一个头顶热干面的病人躺在床上，窗外站着煎饼果子、臭豆腐、火锅，手里举着热干面加油的标语，由此开启了以食物代指地域的舆论浪潮。就连在2020年9月的防疫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在讲稿中也使用了全国人民都为热干面加油的说法。在武汉疫情期间，宣传机构把这种手法再一次运用在修建方舱医院的过程中。央视直播了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过程，施工现场的工程器械被网民赋予了各种昵称，比如一辆运送建筑材料的平板车被称为红牛哥哥，一些挖掘机则依据颜色起名为小黄、小绿，叉车被称之为叉匠，搅拌车被称为藕泥匠，而央视也立刻开通了打榜平台，让大家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工程车辆。这些工程车辆的粉丝们还组建了各种粉丝群，表示要守护全世界最可爱、最努力的小叉车。官方媒体声称，这表达了中国年轻人对疫情的参与感和关切。然而，参与援建方舱医院的工人却自曝工资遭到了层层盘剥，他们冒着危险施工，甚至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在武汉，但却因为维权而遭受压力。一些人回到家乡后也遭到冷遇，甚至被指责为扰乱当地防疫大局。中国的网络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割裂，网络上充满了高喊武汉加油、热干面加油的声音，似乎显得非常温情、友善，但在现实中，对武汉的歧视和打压无处不在。武汉人乃至湖北人一时间成为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存在。大规模的删帖、封号等惩戒行动也全面铺开。有调查统计，2020年1月，中国公布的因言论或惩处的事件高达373件，是2019年12月的8倍。从2020年1月至6月，总共有579件因言论受惩处的事件，其中90.2%与疫情有关。这些不和谐的事件在官方蒙化叙事的总基调下显得非常刺眼。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每逢某地区出现了疫情或其他灾难，低幼化的话语都会出现在公共空间。网民们不断地在微博上发起胡辣汤加油、小笼包加油、大盘鸡加油、兰州拉面加油等等话题，将防疫成员称呼为大白，来自迪士尼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2023年12月，甘肃省发生6.2级地震，湖北省出动了救援队支援甘肃。应急管理厅也在微博上发布话题：拉面加油，热干面来了。为什么宣传话语总是偏爱食物？对婴幼儿来说，吃是最容易理解且最基础的活动。通过将食物符号作为自我认同和社交身份，网民们在互动中参与了一个温情、和谐和愉快的情感仪式。质疑、震惊、害怕等情绪都被抑制在无意识当中，对公共事件的围观和讨论，最后变成了一场各省网友对着手机和电脑的云聚餐。事件本身的意义和性质被消解，任何理性的疑问，最后都被对美食的回味抑制下去。当然，这种加油活动也是不可能鼓励到当地人的，正如武汉人并不都爱吃热干面，长沙人也肯定有不喜欢臭豆腐的，兰州拉面和兰州没多大关系。但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简单、抽象的等同关系，是因为宣传的对象本来就是外地人，所以要选择最符合外地人刻板印象的符号。那么，这种宣传风格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从2013年起，宣传部门开始逐渐重视网络新媒体的政治宣传功能。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就强调，大力实施网上共青团工程，形成互联网加共青团格局，实现团网深度融合，团青宠粉互动，线上线下一体运行。2013年12月，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微信上线，这标志着覆盖了中央、省、市、县4级团组织的新媒体矩阵形成。新的宣传工作的要点是：青年在哪里，团的建设工作就要拓展到哪里。为了加强对青年人的思想引导，宣传部门也开始放弃了原先强硬、严肃和沉重的传统表达风格，而是大力借鉴以年轻人为主力的网络文化，包括饭圈文化、恶搞文化、网剧网文等等。团中央也给自己起了团团的昵称，试图在称呼上拉近和青年人的距离。在参与方式上，宣传部门也改变了原先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而是采用了以互动为主的网络社交模式。例如 B 站弹幕的互动就可以视为一种统一情感的集体仪式。当官方发布了一期视频后，经由大量的弹幕和评论区互动的参与，人群之间形成了一种情绪感染力，由此产生了一种团结感和对群体的依恋感。2019年8月15日，共青团中央开设微博话题饭圈女孩出征。16日，人民日报开设微博话题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叫阿忠，号召追星族女孩团结起来，采用密集的表情包、统一的文案和 emoji， 到海外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刷屏，反击所谓的港独言论。阿忠只代中国，官媒将中国的国家形象拟人化为偶像。微博上每天都产生各种各样的苦情文学，诸如阿忠哥哥只有我们了，饭圈成员建立了各种群组，甚至提供 VPN 方便成员翻墙。通过这种集体参与，粉丝们巩固了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不过这种宣传模式也有翻车的时候。2018年，共青团中央在网络清晚的直播节目中播出了歌曲 TG 有点甜。这首歌完全改编自汪苏泷的情歌有点甜，只是原歌曲中的情人变成了共产党。官媒解释，因为英文字母 T 像一个锤子，字母 G 则像一把镰刀，所以用 TG 代表共产党，是网民自发形成的昵称。但实际上 TG 是土共的简写，是网民们起初为了规避中国互联网的言论审查而发明的政治黑话。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黑色幽默。或许是官方觉察到了这一点，这首歌后来在互联网上就被下架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分清这种低幼化的语言风格究竟是民间还是官方的。尽管它起源于官方的引导，但经过几年来从官媒到自媒体的宣传和重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吸引流量的固定路径，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的意识，并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素材。而这种认知反过来又塑造着社会现实。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认为，印刷术对民族主义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印刷术能够让文本快速且准确地扩散到不同的地区，它的同一性和可重复性使不同的地区实现同质化。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相隔万里的两个群体构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产生相同的集体记忆，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媒介会改变我们的感觉、话语和表达方式，而这些话语反过来又可以塑造社会的表达结构。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深度当然比印刷术要强得多，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它所能够起到的宣传效果也要更好。中国的宣传机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放眼世界，政治娱乐化是一个大趋势，从促进平等交流的角度上说，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中国政治宣传的娱乐化和低幼化是在言论和媒体高度受控制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促进平等，而只能导致混乱和愚蠢。它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和年轻人一起玩梗，但这些梗其实在民间其实并无根基，是官方利用权力强推的产物，
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我说你听的宣传思路的延续。梗文化的内核是不断解构，当官方造的梗成为新的主流和权威时，就面临着再次被解构的风险。在一些特定场合，官媒会收起平日里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娱乐态度，重新拿出高高在上的权威姿态。比如那些涉及国家领导人的视频，就完全不允许开放评论区，这就更加凸显了萌化叙事的虚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的列表内，感谢大家的关注，再见。